股四头肌是脚上体积最大的肌肉，所以很多人刚开始健身的时候都会选择从臀腿开始练，因为这样最有感，增肌效率也最好。不知道你健身是不是也从臀腿开始呢？很多关于臀腿的训练动作，我们通常感受最强的是向心收缩的阶段，而离心收缩却比较少被感知到，所以离心收缩也很少被单独拉出来训练。那所谓离心收缩啊，就是让肌肉一边拉长一边用力。如果你明明有在练腿，但总是感觉大腿紧紧的，那这部影片的离心收缩训练反向北欧弯举就能帮你解决很多的问题哦。一般我们常见的练腿动作都只会练到股四头肌其中的3条，但股四头肌可是有4条啊，漏掉那一条如果和另外3条强度差距太大，膝盖就会开始不稳定，而被漏掉那一条叫做股直肌。那为什么同样都是练腿，股直肌却容易被漏掉呢？那是因为股直肌是双关节的肌肉，往上连接到骨盆，往下连接到髌骨，而其他3条肌肉属于单关节的肌肉，都是从股骨连到髌骨上。在蹲和站的时候，因为髋还有膝盖它都会弯曲，所以股直肌基本上是一直在等长收缩而已，反而是另外3条在努力的拉长缩短。因此那些我们常见的练腿动作，像深蹲、保加利亚分腿蹲这种以蹲为主的训练，有研究指出，这些动作练了10个礼拜之后，除了股直肌之外，其他3条肌肉都有明显的变强，所以腿越练，股直肌还有另外3条的强度落差反而会变得越大。而这样的强度落差会造成什么问题呢？我帮你整理了4个常见的问题。第一个也是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髌骨会偏离中立位。因为股四头肌的4条肌肉都是连接在髌骨上的，你可以想象这4条里面有3条有力，1条没有力，那力量不均衡，髌骨自然就歪掉了。长期下来，膝关节出问题的几率就会大大的提高。临床上甚至还有因为腿练太多，髌骨歪到要去开刀的案例。第二，因为股直肌长期缺乏拉长缩短的动作，长度就会固定下来，就是变得紧绷啦。紧绷的股直肌会把骨盆往前倾的方向拉，这时骨盆就容易卡在前倾，让我们无法做出后倾的动作。一旦骨盆卡在前倾，竖脊肌群也会变紧，增加腰椎的压力，这也是导致我们总是腰酸背痛的其中一个原因。第三，紧绷的股直肌里面还很容易有肌痛点，这些肌痛点的痛会传导到膝盖，这时膝盖不管是在做动作或者是休息的时候，都会隐隐作痛。其实只要按摩一下股直肌，问题说不定就解决了。那第四，对有在追求运动表现的人来说，股直肌的力量就是木桶效应里最低的那个短板，少了股直肌的力量，腿力的天花板就会变低，所以腿力要强，一定不能漏掉股直肌。那看到这里，你会不会很想要知道自己的股直肌有没有无法拉长缩短的问题呢？你可以跟我一起做以下的这个测试。Thermostat， 找一张结实的床，坐在床缘，双腿自然垂放，侧视角保持不动，双手环抱另一侧的膝盖，身体往后躺，骨盆后倾，保持腰平贴床面，看看大小腿的位置。这时轻轻的前倾后倾你的骨盆，如果改变一点骨盆的角度，小腿的角度改变很大，就代表你的股直肌有缩短的问题。而这个测试还可以顺便测试另外3条肌肉。如果大腿抬离床面，代表属膝的髂腰肌太紧了；如果大腿往外打开，代表外侧的阔筋膜张肌太紧绷了。如果小腿跟身体平面的夹角大于110度，就代表前侧的股四头肌太紧绷。那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个测试有任何一个没办法通过，其实就代表你的下肢肌肉力量不平衡。不管是哪一条肌肉的问题，都会影响髌骨、骨盆还有腰椎的位置，让我们容易腰酸、膝盖痛。那么对大腿紧绷的人来说，拉筋有效吗？答案是有效，但效果有限。肌肉会紧绷的原因，其实经常是来自于大脑对肌肉下了错误的指令。比如大脑不熟悉让肌肉在拉长的状态下出力，就会用提高肌肉张力的方法来保护肌肉。这时用离心收缩介入，让大脑重新学习管理肌肉的方法，就能消除这种紧绷感。而且这种放松的指令是从大脑直接下手，所以放松的效果和维持的时间都能比单纯拉筋有效很多。而且让大脑学会下达离心收缩的指令，不仅可以让关节更灵活，还能有效的降低运动伤害。所以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一个非常棒的反向北欧弯举。反向北欧弯举不仅可以锻炼股四头肌的离心收缩能力，还可以练到深蹲还有硬
硬举都练不到的股直肌哦。如果你在刚刚那个 Thomas Test 里3个测试都没有通过的话，这个运动也可以一起改善大脑对髋腰肌、阔筋膜张肌还有股四头肌的掌握度，大大的降低你在追赶、跑跳、碰石的运动伤害。以前我讲课站1整天之后腰也会很酸，开始练反向北欧弯举之后，我腰酸的状况改善超多的，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么好的运动介绍给你们。股四头肌按压，趴着，将滚筒放在大腿前侧，你可以把整只脚分成上左右和下左右这6个区域，分区放松会比较省力哦。找到疼痛的地方，压住酸痛点，膝盖弯曲伸直。你也可以压着痛点之后左右移动身体，一个点按压舌下，换下一个点。当股四头肌里有肌痛点时，股四头肌的长度就会缩短。这时可以先靠按压解除股四头肌的肌痛点，再做以下的训练，膝盖比较不会不舒服哦。反向北欧弯举出街，一开始跪着，双手放在肩膀上，脚背点地。如果容易抽筋的人，可以改用脚趾点地。身体往前倾，屁股往后推，让屁股慢慢接近脚跟。接触到脚跟后，再慢慢推起来，反复12次，1天做3组。这动作可以综合训练到股四头肌的离心训练，在增加肌肉长度的同时，也能提升力量。弹力带辅助反向北欧弯举。一开始把弹力带绑在一根柱子上，用拿麦克风的握法握住弹力带，将弹力带往身体的方向拉，手肘微弯，上臂还有前臂呈现90度，肩胛骨夹紧，身体稍微往后倾。接下来做出骨盆后倾的动作，尾椎向下朝地板，肚脐向上朝天花板。这动作会拉长大腿前侧的肌群，所以你会感到前侧有紧绷感。感受到紧绷感后，维持骨盆后倾，身体再往后多倒一点。接着维持骨盆后倾，保持肩膀宽，膝盖一直线，慢慢下去。过程中都要保持骨盆后倾，这样才能好好的固定股直肌这条肌肉的起点哦。在最低点的时候停留3秒，再慢慢起来，再倒下去，停留3秒。起来，反复12下，1天做3组。辅助反向北欧弯举，动作熟悉之后，可以减少辅助，改为单手扶柱子，保持跪姿，身体直立，骨盆后倾，维持尾椎往下朝地板，肚脐往上朝天花板，然后慢慢往后倒。一样在过程中尽量保持肩膀宽，膝盖一直线，在最低点停留3秒，再慢慢起来，反复12下，1天做3组。中间如果感觉快撑不住时，不要勉强，可以用手轻推一下身体，让身体慢慢回到直立的姿势。在这个过程中，大腿应该都要感觉到紧绷，还有出力的感觉。如果过程中膝盖不舒服，就回到第一个动作，按压大腿的肌痛点。反向北欧弯举。最后完全熟悉动作之后，就可以不用辅助了，一样保持跪姿，身体直立，骨盆后倾，让肚脐往天花板靠近，尾椎往地板靠近，维持这个力道，慢慢往后倒。在过程中尽量保持肩膀宽，膝盖一直线，在最低点停留3秒，慢慢起来，直到屁股可以完全贴到小腿，反复12下，1天做3组。如果中间会太累的人，组间都可以休息1分钟哦。健康的肌肉有很好的弹性，像是弹簧一样，想缩短就缩短，想拉长就拉长，而且可以迅速的回到原本的长度。这样富含弹性的肌肉对各式各样的运动才会有最好的适应性。而恢复肌肉的弹性，还有提高肌肉对运动的适应性，最有效率的做法就是直接优化大脑控制肌肉的方法。别小看这些训练，你现在开始学会了，能影响的会是你几10年后的健康大事。希望你能把这部影片分享给有运动习惯的朋友，让他们把反向北欧弯举加入训练动作中吧。希望几10年后，我们依然能用健康的身体享受运动还有生活。那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全部内容咯，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